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3月11日非常沉重，这一刻非常震撼，郭台铭先生，但同时也无比的痛宣痛。布为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络上想象一下或者新闻推送里那是一种看到过李连杰的一张近照？如果你看了，般的掌声，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感慨，全世界媒而体的是震惊，长枪短炮，甚至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那个曾经在黄飞鸿里白衣飘飘，一把折扇尽显，一代宗师风范的黄飞鸿；那个在少林寺里英姿飒爽的觉远和尚；那个凭借一己之力打入好莱坞的大圆满，和史泰龙这种国际硬汉平起平坐，让全世界都记住中国功夫的华人顶级巨星。今年他才60出头而已，60岁，在现代社会算老吗？就在这急现在的人注重养生，医疗条件这么发达，是60岁正是一个人阅历最丰富、气质最沉稳的黄金年纪。可是你看看现在的他，弯着腰，驼着背，双眼异常的向外突出，满脸深深的皱纹，头发花白，整个人的神态就像一个饱经风霜、行将就木的80岁老翁。如果事先不告诉你这是李连杰，你走在街上跟他擦肩而过，你根本认不出他来。很多人会出来解释说：“哎呀，他生病了，他得了一种叫甲亢的病，也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这是一种听起来并不致命的慢性病。但是各位，在同一天，我们静下心来，用常理去推断一下，甲亢在现代医学如此昌明的今天，算是什么绝症吗？李连杰拥有几百亿新台币的惊人身价，他能接触到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疗资源，全世界最好的内分泌专家，最好的药物，最好的休养环境，随时都在为他服务。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在医学上明明可以控制的慢性病，却让他的容貌在短短几年内彻底崩塌？为什么无论花多少钱，就是看不好？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无法用单一现代医学解释的真相？难道真的是老天爷在跟他开玩笑吗？今天这条影片，我不是要来做娱乐八卦，更不是要来论断谁对谁错，人间的恩怨，当事人自己最清楚。我只想把一段封了40年的往事，结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面相学和命理学上的古老智慧，原原本本地摆在你的面前。在常理看来，因为在易经的智慧里，没有偶然，只有必然。这里面有情义两难的抉择，有因果纠缠的铁律，也有一个人在人生的黄昏时刻，拼尽一切手段，想要找回内心平静的凄凉故事。我们要看透的，不是一个明星的八卦，而是天地间最严密的运转程序。看懂一个人晚年的果，一定要回到他早年种下的因。一切命运的伏笔，都在一个人最微贱、最不起眼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那里有一个地方叫什刹海体校，那是一切因缘际会，一切爱恨情仇开始的地方。年轻的李连杰在那里认识了他的师姐黄秋燕。黄秋燕比李连杰大2岁，同样是武术运动员出身。老一辈人都知道，那个年代练武术的女孩子跟现在的娇娇女完全不一样。她们从小摸爬滚打，身上带着一种极度踏实、极度能吃苦的坚韧性格。这种性格在命理学上叫做后土之命。易经有云：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倒闭的小大地的力量是什么？夫妻俩大地不会说话，大地不会炫耀出来，但大地能承载万物，滋养万物，能怎么办？对于当时的李连杰来说，黄秋燕就是他生命中的那块昆土。后来不仅要照顾发生了一件改变两人命运轨迹的大事。丈夫李连杰在拍摄电影《少林寺》的时候，受了极重的伤。你们知道这样的日子，甚至差一点就面临终身瘫痪的绝境。不是5年，是各位朋友30年。请你们闭上眼睛，同修啊，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是个什么概念？一个10几20岁，靠着身体灵活性和武术功底吃饭的年轻人，突然被医生告知，你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你的武术生涯彻底报废，榨干的30年。在那一刻，这30年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那是绝对的至暗时刻，前途一片黑暗，心情跌到了万丈深谷，人在最绝望、最害怕、最落魄的时候，谁会留在你身边？那段日子，陪在李连杰病床前寸步不离的，不是别人，正是黄秋燕，是他每天在医院里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帮他擦拭身体，一口一口的喂他吃饭，小心翼翼的帮他换药，没有一句怨言。各位，这就叫恩情。一个女人在你最看不到希望，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废人的时候，对你不离不弃，这份情谊，老实说，叫患难见真情都太轻。这是用命去换来的。在传统的八字命理中，这种在男人尚未发迹，甚至处于人生最低谷时结合的妻子，叫做正财。但你们错了，正财不仅仅代表着你的结发妻子，更代表着你命盘中最核心的地基，你的本源气运。黄秋燕用她的善良和付出，硬生生地把李连杰从深渊里托举了出来，为他后来的飞黄腾达打下了最坚实的命理基础。后来，两人顺理成章地结了婚，并生下了2个女儿。时间来到了80年代末，李连杰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他觉得在国内发展到了瓶颈，决定去美国闯一闯。去美国谈何容易？那是背井离乡，是从零开始。但黄秋燕怎么做的？他挺着大肚子，带着大女儿，义无反顾地跟着他漂洋过海。到了美国，日子比想象中艰难100倍。他们根本不是去享福的，而是蜗居在洛杉矶一个极其狭窄、破旧的公寓里。黄秋燕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家里，带孩子、做饭、操持家务。而李连杰则在外面四处寻找机会，碰运气。这就是老一辈口中常常念到的4个字：糟糠之妻。什么是糟糠？就是陪你吃过最难咽的饭，陪你走过最黑的路，在你一无所有，连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时候，从来没有动过离开你的念头。讲到糟糠之妻这4个字，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眼眶都会红，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深厚情分？这绝对不是用金钱物质可以去衡量的。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因果。是一个女人用自己最宝贵的青春、最纯粹的真心为你铺就的一条血路。可是人性的幽暗，往往就在于易经讲否极泰来。当李连杰的命运即将迎来惊天逆转的时候，也是他命盘中最大的结束降临的时刻。为什么很多男人能够共患难，却无法同富贵？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摧毁这坚如磐石的糟糠之恩？好，讲到这里，整个命盘的能量场
即将发生剧烈的扭曲，事业运势，因为物质另一个人要出场程度。1989年，李连杰接拍的电影《龙在天涯》，在这个剧组里，意思是他认识了励志。本人的日主的武励志是谁？她是亚洲小姐冠军，是当年整个香港影坛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她的身材、异常样貌、气质，这种格局的人，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都是绝对顶级的。英雄难过美人关，虽然李连杰彻底沦陷。他处于一种休眠，他后来在一次公开的访问中讲过一句非常出名，但也极其刺耳的话。他说：“在这个时候，我见到励志的第一眼，就知道这就是我要的女人。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各位，请你们仔细品味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极了感天动地的爱情宣言？可是，一旦大运是不是有一种飞蛾扑火的浪漫？但是在这份浪漫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残忍的现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老婆了，他已经有2个女儿了，而且就像那个陪他吃过无数苦的黄秋燕，正怀着他的第2胎，在命理学上励志的出现，叫做偏财星入局。偏财代表着意外之财，代表着巨大的诱惑，也代表着偏房外事。当一个男人的命盘在即将行大运的前夕，往往会遇到极大的诱惑。如果他守住了正财原配，他的地基将坚不可摧，未来的福报绵长无绝。但如果他为了偏财而舍弃了正财，表面上看，他似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但实际上，他是在亲手挖断自己的风水龙脉。1991年，李连杰正式跟黄秋燕离婚。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他把美国那套还在按揭的房子，以及当时几乎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前妻，自己选择了净身出户。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李连杰还算个爷们，至少没让老婆孩子光屁股走人。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举动，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因果的算盘真的是这样打的吗？我们来看看黄秋燕后来的处境。一个女人带着2个年幼的女儿生活在美国，她语言不通，没有任何稳定的收入来源。据外界曾传出的消息，那套留在她名下的房子，因为她根本无力偿还高额的贷款，最终被银行无情地收回了。曾经的冠军武术运动员，曾经的功夫明星之妻，一度沦落到只能去住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靠领政府的救济金来勉强度日。最困难的时候，他连自己和孩子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各位，一个原本应该被丈夫呵护的女人，带着2个不懂事的孩子，住在终年见不到阳光，散发着发霉气味的地下室里。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那种看着孩子受苦却无能为力的痛苦，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大概永远都无法体会。后来是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介绍他去美容院学习手艺。他放下所有的自尊和骄傲，从洗头、按摩开始学起，才勉勉强强养活了自己和孩子。而就在黄秋燕在地下室里苦苦挣扎的同一时间，李连杰迎来了什么？他的事业开始了一飞冲天的狂飙。黄飞鸿系列电影大获成功，让他一跃成为整个华语影坛最具号召力的票房保证。他的片酬从一部戏几十万直线飙升到一部戏几千万新台币。他名利双收，走红毯拿大奖，风头一时无两。
时间推移到了1999年，李连杰跟励志在洛杉矶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是教你婚后而造命。他们又生了2个可爱的女儿。老头子，当时的媒体你们一门连篇累牍的报道，这就是用童话般的婚礼的角度来形容这场盛事，聊聊的内容，轰动了整个华人世界。放到各位郭台铭先生，现在让我们把这2个画面并列放在一起。林淑如女士一边和后来是洛杉矶豪华酒店里的镁光灯、各位如果鲜花、名流的欢呼声，是账户里不断跳动的天文数字般的，就能发现片酬。另一边是洛杉矶破旧地下室里潮湿发霉的气味，完全不同，是单亲妈妈疲惫的叹息和2个年幼孩子饿肚子的哭声。这2种截然不同的画面，代表了阴与阳的极度失衡。不用我再多说任何道德批判的话，你自己心里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业力重量？说到这里，你可能会产生疑问：你讲了这么大半天，不就是在讲明星的陈年八卦吗？这跟天道因果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巨大。因为老天爷收账，从来不是打雷劈人，他是通过你最在意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把你的福报抽干。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震撼的一个维度。你都不用听他说话，当一个人内在的魂出了问题，他的相会发生怎样恐怖的崩塌？如果说前面的故事是命运的表象，那么一个人的面相就是他内在灵魂和业力的最真实投射。易经系辞里说，相由心生，命由心造。一个人的心念、情绪、精神状态，他过去造下的业，都会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一丝一毫都藏不住。现在让我们用传统面相学和中医的视角，来深度解剖李连杰这几年容貌的剧烈变化。看看这背后到底透露了怎样令人胆寒的讯息。我们先从最核心的部位说起，眼睛。面相学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一个人的眼睛反映的是他的神。中医理论也讲，肝开窍于目，眼睛是和人的精气神、内脏状态直接挂钩的。放不下心，我们前面提到，也放不过自己。李连杰因为颧骨高，患有甲亢，双眼明显的向外突出，在现代医学看来，这叫甲状腺机能亢进导致的突眼症，而他的鼻翼，这是一个医学事实，这很要命。但是在面相学的古老智慧里，这种状态叫做漏眼。如果这种眼凸同时伴随着眼神暗淡无光，无法聚焦，在古籍中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专有名词，叫做神光外泄。面相学关心的不仅是你生了什么病，他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偏偏是你生了这个病。凸出来之后，你的精神状态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气场？我国古代相学经典《神相全编》里有这样一句断语：目为心之窍，神藏于目。意思就是说，眼睛是内心世界向外开的一扇窗户。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好不好，心里到底坦不坦荡，你去看他的眼神，眼神是绝对骗不了人的。这种爱，李连杰的情况是什么样？他的眼睛因为疾病突出之后，看起来充满了惊恐、疲惫，眼神无法安定。在相学的深度解读中，这反映的是一种心火过旺、长期焦灼的内在状态。什么叫做心火过旺？不是说你今天吃多了辣椒上火了，而是指你心中压着极重的心事，一直无法放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陈年的旧事、曾经的亏欠，像潮水一样疯狂地涌上心头。你想压，却怎么也压不住。这种长年累月的精神内耗，日积月累，
他的严重损伤了五脏六腑，也就是把一个人的精气神一点一点的全部消耗殆尽。再次，你可能会反驳我，你这是强行联系，而最关键，心火过旺跟甲亢有什么医学运势的一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翻开中医的经典理论，在下巴甲状腺部位的问题，中医称为液以流等，本来就与肝气郁结、心火上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极度焦虑、压抑或者深重的愧疚状态中，他的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是最容易全面崩溃的。古人常讲“万病皆由心生”，这句话绝不是封建迷信，而是极其高深的预防医学理论。心病难医，讲的就是这个底层逻辑。而面相学所观察到的，正是这种内在气血运行崩溃后，在脸上的显影。当一个人的精气神彻底崩了，他的眼神是绝对藏不住的。很多人以为讲到这里，请大家在屏幕前先停一停，闭上眼睛，回想一下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明明很有钱，住着豪宅，开着豪车，日子过得让人羡慕，但他们就是整夜睡不着觉，吃什么都不香，脸色一天比一天差，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几20岁。如果你脑海中浮现出了这样的人，那你大概就能理解面相学中讲的骨肉不相称到底是一种怎样可怕的状态。我们再来看李连杰的神体面容。甲亢这种病会导致人体新陈代谢出现异常的加速。各位如果不信，这就像一台原本设计跑100码的汽车被强行踩到了200码，后果就是肌肉和脂肪的快速流失。所以我们看到李连杰脸颊深深地凹陷进去，皮肤极度松弛地挂在脸上，眼眶深陷，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在短短1-2年内被吸干了元气，老了整整20岁。很多网友把他巅峰时期意气风发的照片跟这几年的近照放在一起对比，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呼。这根本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但在深奥的面相学理论中，他目前的这种状态，就是刚才提到的骨肉不相称。古人认为骨是骨，肉是肉，也就是两者之间必须保持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包裹的和谐关系。这就好像一栋房子，骨骼是钢筋梁柱，皮肉是水泥墙皮。现在梁柱还在那里，但墙皮已经大面积剥落，崩塌了。麻衣相伐，麻衣神相中有这样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这意味着什么？骨为君，肉为臣，骨肉相称，君臣相得，富贵长寿。骨不胜肉，或肉不胜骨，皆为破败之象，反而被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解释，你们看，就是骨骼和皮肉的关系。就像古代的君王和臣子一样，必须互相依存，配合默契，人才能健康长寿。如果骨架太强而肉太少，枯瘦如柴；或者肉太多而骨架撑不住，虚胖无力，在面相上看都不是好的状态。都是人生要走向破败的征兆。但对于豪门李连杰的情况，正是典型的骨碌而肉小。在传统的易经命理和相学解读中，这被认为是人体内最宝贵的精气神正在大量流失的直接外在表现。在面相学中，这不仅仅是衰老，更是意味着一个人晚年的福报正在被极其恐怖的速度提前透支和消耗。一个人就算你再有通天的本事，哪怕你拥有金山银山，
意思是当你的精气神被耗尽的那一天，他的福气你什么都留不住，会像漏斗一样闪掉。这里反而会我作为讲述者，越聚越厚，必须要特别严谨地强调一点：我绝对不是在说各位可以得甲亢就等于遭了因果报应，面相中的地格，这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说法。医学上的甲状腺亢进，为了追求有它非常明确的病理机制和内分泌疾病的范畴。得了病，首先必须去正规医院接受科学的治疗。面相学的解读是我们中华文化中另一套用来观察人、体悟生命的哲学系统。西方医学和东方智慧，两者并不互相排斥，互不否定。我之所以要把这两种观点同时摆在这里，是想让大家从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审视同一个人的生命状态。西方医学的仪器看到了他内分泌激素的失调，而东方传统的古老智慧则看透了他精气神的枯竭与流失。这两个角度各有各的道理，拼凑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好，现在我们看懂了面相的果，但是《易经》讲究追本溯源。如果顺着传统命理学的这根藤，继续往下摸，那个导致大厦倾颓的因，到底深埋在哪里？在传统八字命理学极为深奥的架构中，一个男人的妻子在命盘上对应的食神叫做妻财星。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极其关键的细节，特别是第一任结发妻子，也就是在那个男人还非常年轻，事业尚未有成，命盘刚刚开始起运的阶段，与之结为夫妻的女人，他在命盘中所占据的位置，被命理学家认为是正财七宫的本源。什么是本源？本源就是万丈高楼的地基，是参天大树的根系。地基如果安稳，哪怕上面的建筑经历风吹雨打，依然屹立不倒。但如果地基被剧烈的动摇，甚至被人为的摧毁，那么上面的建筑盖得再高，装饰的再华丽，早晚有一天都会面临坍塌的危险。这真的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一个流传了几百年的深层文化逻辑。那个陪你一起吃苦，在地下室里熬过岁月的人，你的命盘气场早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跟他长在了一起，血肉相连。当你强行为了另一个人而将他推开的时候，你以为你只是换了一个伴侣，但在高维的能量场里，你是在撕裂自己生命极其重要的一部分。香港老一辈的堪舆学家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发妻不可弃，弃之则福寿。说的就是这个天道之理。台湾民间的命理学中也有极其类似的讲法。他们认为，原配妻子是一个男人命理格局中的福星。福星如果被你赶走了，那么护佑你的好运也就跟着慢慢消散了。不仅如此，在台湾、香港等地的民间信仰体系中，还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更深层观念，那就是无形的怨气。一个被无情辜负的妻子，如果长期处于极度的委屈、悲苦、不平与绝望之中，他的这种情绪会在空间中形成一股极其强大的无形力量。老一辈人称这种能量为怨气，请大家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说黄秋燕每天在家里画圈圈，刻意去诅咒李连杰。事实上，黄秋燕是一位修养极高的练武之人，她性格刚强且隐忍。在离婚后的几十年里，他面对媒体的追问，从未公开说过李连杰半句不是。
但恰恰是在民间信仰的深层逻辑里，据当时这种不说出口的委屈，当地的居这种把所有的苦水和血水团体都独自往肚子里吞的坚韧，以及所积累大型和反弹的能量水土反而更大，对这个项更恐怖。目提出了不少质疑。为什么？因为发生过极他没有其激烈的宣泄抗议活动，没有去报复，双方的矛盾这笔能量账大，就没有被平掉。社会舆论沸沸在扬扬民俗古人讲和命理的说法里，老头子，这就形成了一种这个案子怎么解最可怕的业力，它不仅仅是情在难还的肉身被这是命理学上最难解的死结之一。它更深层的含义，因为情债是是绝对不可能用几套房子、环境的几百万美金的净身出户就可以一笔勾销的。是阴阳交汇，它是一种极度深层的能量亏欠。如果一个墓园这种亏欠需要用你的心，用你的时间，甚至用你此生积累的巨大功德，一点一滴的去弥补、去对冲。如果弥补不上，这股怨气本身就会在冥冥之中，在天地气机的流转中，对另一方产生反噬，特别是会极其精准地击中对方的晚年健康和福寿。各位朋友，现在让我们再次回想一下刚才那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情节。当黄秋燕带着2个年幼的女儿，在美国洛杉矶的昏暗地下室里，忍受着潮湿发霉的气味，为了下一顿饭的着落而发愁的时候，古人认为李连杰正站在香港的聚光灯下，凭借黄飞鸿意气风发，享受着镁光灯的狂闪、影迷的欢呼，以及不断翻倍的天文数字片酬。这2个世界的反差实在是太巨大了，在更高的维度大到令人不敢细想，大到足以让天地间的因果法则为之震动。你觉得老天爷会看不见这笔账吗？易经的剥卦讲阴气剥落阳气，就是从根基开始腐烂的。这笔沉重的情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埋在了李连杰辉煌人生的地底下。故事讲到这，也许很多朋友会觉得胸口发闷，觉得这个话题太过沉重，太过让人对人性感到绝望。但是，请不要离开，因为易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告诉你亢龙有悔的绝境，更会给你指出一条波及而富的生路。2004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极其惨烈的自然灾害——南亚大海啸。当时，李连杰正带着家人在印尼马尔代夫度假。海啸来临的那一刻，排山倒海的巨浪瞬间吞噬了整个海滩和酒店。在那生死攸关的几分钟里，李连杰抱着自己的女儿，在齐脖子深的水里拼死挣扎。那一次，他是真正的近距离的跟死神擦肩而过。人在面临死亡的终极凝视时，大脑会瞬间格式化所有的世俗欲望。在那一刻，什么好莱坞巨星的头衔，什么几千万的片酬，什么如花似玉的娇妻，什么外界的鲜花和掌声，通通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泡沫。在大自然的业力面前，人类比一只蚂蚁还要脆弱。那次险死还生的经历，彻底从根本上改变了李连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易经中，这叫震卦发威，雷霆万钧，震醒了梦中人。大难不死之后，他开始了漫长而深刻的内心反思。据他后来在诸多场合的公开访问，从那之后，他开始大量的阅读佛经，寻求心灵的解脱，并最终正式皈依了藏传佛教，四处拜师，闭关修行。他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反复地强调过这样一种领悟：我虽然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但在死亡面前，
我发现这些东西一分都带不走。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修行、积德。更有一次，他对着镜头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感到震撼，甚至不可思议的话。他说：我这一生犯了太多错，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我现在要赎罪。各位，大家仔细斟酌一下赎罪这2个字的分量。一个功成名就的超级偶像，一个被无数人崇拜的英雄，在晚年公开承认自己需要赎罪。他具体犯了什么错？他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他没有在媒体面前一条一条地列举。但是对于了解他这40年人生轨迹，了解地下室里那对母女过往的人来说，大家的心里大概都已经猜到了几分。这是因果的觉醒，这是良知的复苏。当肉体的巅峰期过去，灵魂深处的拷问才刚刚开始。为了平息内心的惊惧，为了寻找那份失去已久的安宁，李连杰在宗教和慈善上投入的精力与财力，可以说是到了令人啧舌的地步。据诸多媒体报道，他曾经耗费巨资收藏了一颗极其罕见的西藏9眼天珠。为了得到这颗天珠，他当年花了超过8000万新台币。而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这颗顶级天珠的估值早就已经高达好几亿了。很多人不理解，花几亿买一块石头是不是疯了？但在藏传佛教的文化体系中，9眼天珠绝对不是一件普通的奢侈品，它被尊奉为最高等级的护身圣物。9眼代表着集9层之功德，代表着无上的慈悲智慧，更代表着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够化解深重业障的力量。在市面上，只有最高等级的9眼天珠才被认为有资格用来压阵那些极其猛烈的气场。各位，请用同理心去感受一下，李连杰花8000万买的，难道是石头吗？这颗天珠的珍贵之处根本不在于它的标价，而在于它折射出了李连杰内心的极度需求。他太渴望那种力量了，他迫切地需要一种代表精神意义的圣物来镇压他内心的翻江倒海。这是他对内心平静最极度的渴望和追求。但这还不是最绝的，真正让世人哗然的是他接下来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李连杰公开向社会宣布，他辛辛苦苦打拼一辈子积累下来的高达数百亿新台币的惊人身家，在他死后将全数捐出，用于做慈善。他1分钱都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全部回馈社会。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裸捐。很多人觉得他很高尚，也有人觉得他对不起孩子。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在易经和佛教命理学的框架里来深度拆解，你就会明白他这一招的智慧有多高。易经坤卦文言传里有一句极其著名，也是所有学易之人必须倒背如流的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直白，你这个家族如果一直在做善事，积阴德，老天爷一定会留下多余的福报给你的子孙后代。反过来讲，如果你年轻时做了亏心事，伤了别人的命脉，你亏欠的这些债迟早有一天也是要还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甚至会祸及子孙。李连杰的裸捐以及他常年不懈的修行，在命理学的最高境界里
可以被理解为4个字：破财消灾。他深知自己早年种下的因，积累了太多常人难以承受的业力。如果把这几百亿的财强行留给后代，在德不配位的情况下，这笔巨额财富非但不能保佑子孙，反而可能会变成招灾惹祸的催命符。因此他选择以功德护体，他不是坐在那里被动地恐惧地等待果报的降临，而是痛定思痛，主动出击，去创造新的善因。他善尽家财，成立医基金，帮助灾民。他希望借由这种无相布施的巨大功德来平衡甚至抵消过往欠下的那笔深重情债，为自己风烛残年的晚年以及不可知的来世多积攒一点点福分。这是一种极其悲壮但也极其彻底的自我救赎。讲到这里，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因果流转，我已经为大家推演完毕了。在这里，我依然要保持最大的理性，重申一个底线：我们生了病，医药还是要吃，精神上的修行绝对不能取代现代医疗的诊断和干预。今天这长达万字的剖析，仅仅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角度的分享，绝对不是医疗建议，大家当作人生智慧的参考就好。今天这支影片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试图给出一个铁口直断的定论。我不会武断地说李连杰的甲亢和苍老100%就是因为他当年抛弃了糟糠之妻。因为从科学角度讲，甲亢是医学问题，我们不能随便把病理和因果报应简单粗暴地画上等号。我同样也不会说他晚年如此虔诚地礼佛，倾其所有地做慈善，就一定是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当年做下了什么伤天害理的错事。因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幽暗与挣扎，到底背负着怎样的包袱，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我真正想做的是带领大家跳出八卦的泥潭，站在天道的高度，去俯瞰一个多维度全景式的生命轨迹。他曾经是神采飞扬的功夫皇帝，也是在红尘感情里做出自私选择的世俗男人。他曾经狠心抛下陪他吃苦的原配妻子，把如日中天的事业和全部身家都留给了另一个绝世美女。他拥有过几百亿的财富，却在60岁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老得像一个80老翁。他晚年散尽千金，倾尽全力去修行。行善到底是为了填补内心的哪个黑洞？这些赤裸裸的事实就像一块块拼图摆在我们的面前，他根本不需要我来告诉你谁对谁错。易经有64卦，384爻，每一卦每一爻翻来覆去，其实都在向人类诉说着同一个铁律：万事万物有因必有果。因果不是封建迷信，因果也不是某个神明佛祖在高高在上地惩罚谁，因果就是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你今天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种下了什么样的种子，这个选择就必然会产生对应的结果，而这些结果经过时间的酝酿，最终必定会完完整整地回到你自己身上。这就是我们常看的太极图的精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黑中有白，白中有黑，祸福相依，因缘际会。李连杰的故事
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3岁小孩听的寓言故事，它是一部充满着人性极其复杂的挣扎，充满着命运起伏的真实纪录片。这里面有深深的亏欠，有无尽的悔恨，有拼命的救赎，也有在天道面前深深的无奈。各位朋友，最后我想用一句老话来作为我们今天这场大课的收尾：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听完这个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现在的你相信这句话了吗？如果今天这支长视频让你对生命、对婚姻、对因果有了新的感悟和共鸣，我诚挚地邀请你在我们的留言区郑重地写下5个字。末期糟糠期，不要小看这5个字，写下它，不仅是让更多有缘的过路人能够看到这句老祖宗留下来的带着血泪的劝世箴言，更是为你自己、为你的家庭立下了一个最好的心念，种下了一个善的因，守住你的家庭，珍惜那个陪你吃苦的人，远离不属于你的贪念，这才是天下最高级的风水。喜欢我们频道深度内容的，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祝愿各位福慧双修，我们下一集再见。